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最近是准备开一系列关于产品类相关介绍的视频，也就是我开发的一些产品，就不单单仅仅是产品，也可能是产品开发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一些有效的、好的、比较错的建议、用户反馈之类的。然后呢，还会跟大家沟通我后续产品的一些推广计划。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现在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开一系列的视频吧。首先呢是我基本上是从2月初或者是3月初到现在的话，5月份已经差不多2到3个月。我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有 AISO 这一块，还有开发了2个新的产品。我发现其实相比之前的话，以前瞎折腾的话，AISO 优化的好是能够获取不错的用户，或者说我能把我的产品准确的分享给需要的用户，就想着说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推广，来进行一个产品的简介或者是触达吧，说我这个产品是干啥的，这个产品的好处在哪，以及产品如何使用等等，这是 AS 吧。最近的话，因为也是跟一些用户进行了沟通时，发现有部分用户他们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像我最近的话，在3款软件中，有一些用户他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或者是不错的建议的，这个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feature 或者特性。但是很遗憾，也有一大部分用户，就不能说一大部分，一部分用户就直接开始 diss 了。我其实也能理解吧，可能产品哪做的不好，只是你使用不爽，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问题给说出来，不是说你这个软件垃圾，你这个软件怎么样，不好用怎么样。这东西就是这种语言对我来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信息，就是你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是你纯粹发泄情绪的，你要给我反馈，就是说你用这个软件哪里用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你不明白，或者是说哪个地方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或者说你使用上有什么问题，类似的，反正就是说我才能够准确的获取你的信息，我才能知道我怎么去更改这个点。如果你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不够明白的话，我也是能够去指导你使用的。类似的用户其实也是有的，因为我最刚刚的产品也是没有帮助页面，后来这个用户这个没有帮助页面。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是说有些地方我不太明白，我后续就在几乎我每一个产品最新在维护的产品上都是添加了帮助页面的，甚至是我还在一些付费的软件给付费用户还是提供了像我一个咨询图软件，用户开通 VIP 权限之后，他可以获取上千张、6000多张，现在有6000多个模板。但是你如果发现没有你的模板，你可以直接跟我反馈，我需要一个什么模板，我能够快速的去反馈的。类似这个是一个所以说开这一系列视频也是一个沟通的渠道。但是这里我还是主要说明一点，我现在主要跟用户去进行一些产品的沟通，在我这里我还是邮件沟通为主。因为我几乎在我所有的产品帮助页面都是基本上到最后一个步骤反馈这个地方，要么进入我的官网，在我官网留言，要么通过我的邮件方式去留言。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用户就直接在苹果商店去留言了。但是苹果商店留言的话，我感觉很少吧，提出问题的很少吧，或者是建议吧。我最近收到几个比较好的建议的话，都是通过邮件来联系我的，博客也有。但是我这里主要说点我后续帮助或者是反馈建议，我还是以邮件为主吧。因为邮件的话，怎么说呢，比较准确性比较高，我可能这一天都能够去检查一下、阅读一下我的邮件，类似的。但是如果你苹果商店你留言了，我是不能收到任何的提示信息的。就算我登录后台，我还要每天的去单独的点评论之类的，我才能去看到。但是有时候你们发个消息，可能就是我可能4、5天，甚至半个月、1个月之后，我才会发现有用户去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了。这个比较低效。像博客的也是类似的，因为博客的话，我这个邮件网站跟我的关联不是完全打通的。如果我没有去登录后台，然后去更新一些文章，或者是我的产品分析介绍之类的，怎么说呢，我也是不能够有效的去快速获取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说，博客就是产品的介绍页的话，
我说了，这个东西垃圾邮件或者是垃圾评论太多了，就机器人之类的，大部分有可能你的信息你评论之后，那我是很难，有可能就忽略过了，因为可能一天有时候你可能你上来十几条垃圾邮件、垃圾短信、垃圾评论之类的，你可能确实去评论了，但是一留言过去可能是没注意到，那你这个就错过了。可能你像我最近的话，一个网站，我是昨天才发现的，但是它的评论已经是4、5天之前的。像我的反馈了，我就直接通过邮件去反馈了。这是简单说我做这一系列视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吧。我最初为什么想到这个东西？那现在我最大的忧虑的点嘛，可能让我头疼，要不要继续去做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深度有多深？虽然毕竟是介绍一个产品的嘛，只是有些东西我要不要去分享？因为产品这个东西，你最核心的一个点还是说产品的想法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这里比较忧虑点主要是有3个吧。第一个就是超级狗太多了，这东西可能有点贬义，超级狗有点你可以说我是骂人之类的都可以。因为这东西怎么说啊？先说个抄袭狗的情况吧。就我最近知道的情况，或者是了解了，已经有好几例抄袭而引发的一些争议啊，有可能就开源，但是没有开源协议，没有授权商业使用的，直接 copy 过去了就发布了。但是他去 share 了，share 之后呢，原作者去发现了，说你这个东西你抄袭，你上架了，我靠，你连我的东西都没改，完全没改，我还能看到我的署名啊，我的代码之类的都在里面。这是类似的，还有什么？好像还有个什么，碰到一个什么播客注册商标的、抢注商标的等等的，反正一大堆吧。还有类似的，反正产品抄袭比较严重嘛。第二个版权的话，就如果我这个产品做出来了，或者是竞品按照我产品做起来的话，维权的成本国内还是比较高的。我现在是软件维权成本，我是没找到的。我找到一个类似于小说的这种维权成本，好像有个什么锦绣未央的一个什么电视剧吧，好像就是说他做类似于小说这种嘛，作家嘛，文字一个比喻的话，你看嘛，那这是什么？你看7000字是赔了15万，这个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就是我算了一下1000字的话，赔偿大概是1100到7600之间。像这个还是比较出名的，可能是打了比较够久的官司，因为可能电视剧也比较火吧。但是相比之下的话，抄袭方锦绣未央可能就是获得的赚取的成本，你这总共赔了可能70多万，但是你通过这个产品 IP 啊，你获取了多大的利益啊？你至少1个亿有吧？这么大的产品，你像这个判决，我看了一下，好像说的是有大部分都是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所以你看，你作者好像还说什么维权什么6年之类的，还有什么我记得这样好像搜了还有什么6年之类的，你维权成本六年，你原作者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你维权成本六年，你赚了多少钱？人家通过你产品赚了多少钱？这个可能就是差距就比较大了。像软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反正也是比较乱的。反正之前碰到一个吐槽的，就那说是好像什么微信小游戏嘛，对，就微信小游戏，他开发了一个微信小游戏，每个月都有一部分支出啊，能覆盖一大部分什么生活成本之类的，已经是比较稳定了。结果好像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厂商就突然杀进来了，他在全国各地注册了很多商标，注册这么多商标之后，就去注册了个什么游戏版号，就是批量上架。人家一批量上架可能好像几千个，那人家把钱赚了，把你游戏给挤下去了。如果没有提前去做一些什么备案呐、审核流程，那你就跟人家冲突了。反正这个环境嘛，我怎么说，这个是我现在忧虑一点，要不要去继续去分享，或者是分享深度的考虑吧。这个就是碰瓷，这个是碰瓷，因为好像我最近2款产品都是对竞品，直接在我的相关的渠道去做了一个对应的引流。怎么说呢？这东西我感觉还是比较恶心的吧，就是我的推广渠道。我带了一部分用户，我是希望通过我这一部分用户来使用我的产品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你在我的评论区啊，你发一条消息说我开发了一个类似的什么什么产品，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类似更好的产品，欢迎你去下载使用，就比较恶心了，你知道吗？而且碰到这2个还是都是就是产品的作者，不说了。再说第3个吧，我们做独立开发者来说，可能做的产品基本上可能都是某一个分类，这个市场可能不是很大的，是相对来说它生活版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厂入坑，你知道吗？
这是我刚看到几个小时前看到一个产品，这是一个视频推流的一个产品，它是在多个渠道去进行推广了，可能就是已经开发一个很好的产品了。结果呢，某厂今天或者是昨天就推出一个类似的产品。这东西你怎么说呢？就是你好不容易作为独立开发者，我好不容易去想了一个点，也经过这么多天的分享引流，能够给我带来一定收入。我靠，本身可能赚的也不是很多，你一个大厂，我靠，一下杀进来，你拿更低的价格去做了，可能就是因为你大厂的话，你做一个产品，看我独立开发，可能3个月，至少10天半个月，再加上推广引流，可能一两个月，至少一两个月，几个月，把这个产品好不容易维护起来。你大厂一加入，你花1天或者是一两天、1周时间把产品搞出来，你再去做推广，推广的可以同步进行。我操，不到半个月，你产品马上推起来了。那这个的竞争就太大了，所以我看之前有很多说什么 building public，就是公开去做一个推广的话，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风险怎么说呢？这个抄袭，而且你像碰到如果一些专业的或者大厂这个去做了，你要去告人家，人家大不了给你像我刚才说的小说是，我大不了我有强大的法律团队，我可以去把你拖死。你要打官司，好，我给你打官司。你要举证，你要请官司，你要请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你花几年时间，我这边法律团队维护了，你慢慢告吧。但是从这段时间之内，大厂的话，他已经赚到足够的价钱了，也赚到足够的收益了。但是你这个原作者的话，那你这个小众可能收入不高的，那你这个也是一个隐形成本，所以也是比较忧虑的。反正现在忧虑点基本就是3个吧：抄袭狗太多，碰瓷，还有一个就是大厂入坑，就基本这3个。如果你是这个是一个深度的问题，我后续的可能会保留一个程度。我现在的想法了，后续我要介绍我的产品呢，首先可能就会简单说一下，或者是如何想到开发我的产品，这个想法是来源于什么东西的，或者是碰到什么问题啊，想到的产品，可能是我大概的一个用户群体，但是用户群体的这个。我只能说简单的这个情况吧，因为有时候你开发出一个产品的话，使用人群和实际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还有一个着重的一点的话，可能会出类似的教程，就说这个软件是如何使用的。因为我开发的点，我感觉这个产品很牛，但是用户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我现在做的软件基本上都是以极简的思路去做一个软件，但是有一部分用户来说可能搞不明白。教大家如何使用，可能我后续有些什么开发计划，或者是加入一些新的点，可能也会说出来。好，今天整体的话就给大家讲了一下我后续将要开启的一系列视频。我现在暂定这个视频系列顺序，后续的我这个系列叫什么？我的产品 app 类产品介绍，反正就类似的。好，如果大家对于我的产品感兴趣的，或者是对一些 IT 类相关的东西感兴趣的，欢迎关注我的频道。下一期的话，我第一个软件呢，可能是会介绍一个这款应用。